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李沁太牛了，凭一己之力将孟海从年代剧的天花板上拉了下来。近2年来，国剧市场中哪一种题材最为火爆？想必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年代剧。独特的时代背景，加上细腻动人的人生故事，既戳心又真实。央视2022年用一部《人世间》将年代剧推向新的高峰，拍出了70年代左右北方家庭的坎坷生活。雷佳音、樱桃两人也凭借着对角色的塑造，将金鹰视帝事后的奖杯收入囊中。随后，央视也陆续推出了几部年代新作，收视可观，但口碑却反响平平。情满9道湾有事后热依扎坐镇都难以挽救。我们的日子后期剧情彻底崩坏，年轻演员的实力拉胯，导致差评一片。不难看出，年代剧要想获得观众认可，一方面要剧情要能引起共鸣，拍出生活气息；另一方面则是需要演员用演技成就一出年代众生相。而眼下央视又拿出梦中的那片海来收割热度，本以为能成为比肩人世间的狠剧，成为年代剧天花板，但一看成片，还是大失所望。所以这部剧到底怎么了？梦中的那片海主要讲述一群以男主肖春生为首的北京青年在改革开放浪潮下的奋斗故事。从高考、当兵到下海创业，剧中肖春生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人生。相比感情线，这些情节才是最能彰显出时代变化的地方。可从第1集到目前更新的第14集，大量的戏份全都在感情线上。女1、女2都喜欢男主，而男主与男2又共同追求女2，这种复杂的三角恋关系俗不可耐，已经是很多偶像剧玩剩下的套路。而且等到肖春生进入部队后，剧情莫名其妙进展快速，新兵连的日子眨眼就过去了，之后便是他智斗地头蛇，帮警察抓住罪犯。一系列的冲突和解决过程都太快，让人感觉不咸不淡的，远没有感情线处理的那么用心。不过幸好这部剧邀请到了肖战来担任男主角，有他这位顶流滤镜的加持，剧情的短板可以被忽视。剧中肖战将肖春生的少年义气演绎得恰到好处，尽管有不少观众嘲他台词差，但能把北京话说得自然已经是不错的表现。高颜值更是一把利器，收割了不少热度。整体来看，这部剧有肖战的存在，加上刘佳、吴刚等戏骨的加盟，瑕不掩瑜，本来是可以达到年代剧天花板的水准，但万万没想到毁在了女主身上。身为梦中的那片海女1号，李沁在剧中的表现远没有肖战那么备受好评，甚至有网友直言李沁演技差、台词差，暗恋演成盲人，眼神太木，评价相当犀利了。童小梅这个角色是个文静内秀的姑娘，平时喜欢看书，也是有理想有态度的女性。虽然不能咋咋呼呼的去表演，但也不至于毫无灵气。可一到李沁的戏份，就能明显感觉她没有情感表达。跟母亲谈起自己想要当医生，童小梅坐在桌子前不知道看哪里，表情呆滞，好像困了一样，没演出那种对未来的期待。而且暗恋这个设定本身就需要演员的演技够细腻，可李沁只要见到肖战，双目无神，始终是那副我跟你不熟的淡漠脸。当肖春生即将入伍，两人要分别之际，他希望童小梅能多关注其他朋友，其实言外之意还是没有喜欢他的意思。听到这样的话，按理来说童小梅应该内心是苦涩无奈的，可李沁还是就会瞪眼，直勾勾地看着对方，说不上开心，也说不上难过。最后表现出人物对这段感情的释然时，也是撅着嘴巴别扭的念台词。虽然这部剧里女主戏份不多，但李沁的平淡表演也是角色没能立住的重要原因。李沁已经不是第一次出演年代剧了，也不是第一次在年代剧里演技翻车。今年央视的另一部热播剧《人生之路》中，李沁因为用力过猛的表现没少遭到观众差评。她饰演的刘巧珍莫名其妙比自己亲爹都要黑，
大概是为了凸显出李沁勇于抛弃偶像包袱的决心。但真的大可不必把角色从村花打扮成干巴巴的小老太太，一头卷毛让观众重新定义了印象里的村花。而且她自带一种虎劲儿，说话恨不得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外蹦，台词说得太生硬，加上摇头晃脑、龇牙咧嘴的表演方式，让人的评价只剩下尴尬2个字。全剧演技过关，唯有李沁成为败笔，为人生之路拉低口碑。而到了梦中的那片海里，李沁还是凭一己之力，将这部新作从年代剧的天花板上拉了下来。值得一提的是，梦中的那片海拍摄时间是2022年2月到6月，人生之路拍摄时间是2022年3月到9月，2部剧的时间重叠了好几个月。加上网传李沁当时拍戏正好赶上隔离，延误了2边剧组的消息，也导致很多观众质疑他压戏。若网传属实，说明因为没有专心投入到一个角色之中，令李沁2部剧里塑造的角色都不对位，一个太用力，一个没有劲儿。只能说，流量演员想要转型，首先不能急功近利，还是需要脚踏实地去提升演技，实力永远是王道。希望其他年轻演员也能引以为戒吧。梦中的那片海能够热度领先，确实有着它的可取之处，比如男主肖战的抗拒能力过硬，表现可圈可点，但剧情问题也不少。更重要的是，女主李沁没有发挥应有的水准，全程眼神呆滞，情绪平淡，没有童小梅对于肖春生的暗恋情愫演得动人，可惜了这个角色与这部剧。看来选角还是需要谨慎，而且演员在表演前也应该再用心些。希望在后期剧情中，随着童小梅戏份增多，李沁的演技也能有所提升。